旺财、团子，媽媽對不起你們，剛帶你們絕育完就出車禍，害得你們跟我一起死。你們在汪星和喵星一定要好好。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在宮中焚紙！給我拿下！我沒有，我只是在祭奠我的狗和貓。死到臨頭還嘴硬，來人，給我亂棍打死！这味道是铲屎的，他来找我了。皇上，老奴不知皇上在此，惊擾聖駕，罪該萬死。狗奴才，你敢打他？皇上，這賤婢在宮中燒紙，違背宮規。放肆！朕的人你也敢教訓？滾！媽，你也來了。旺財，你是我的旺財。先起開，你太重了。走，跟我回宮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死狗，你拉完屎了？这個貴妃也太好看了吧！旺財吃的也太好了。這股熟悉的貓薄荷味，鏟屎的。媽，你怎麼才來找我？團子，你是團子。去，這是我的铲屎官，你一隻貓湊什麼熱鬧？死狗，你再吼一句試試，信不信我撓花你的臉？太好了，旺財、團子，我們一家三口終於團聚了。林笑笑，你一個低等宮女敢得罪我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旺財，救命！谁敢傷我媽，找死！皇上饒命！老奴是怕這妖女傷了龍體呀。宵夜，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，不要隨便拆門。媽，我錯了，下次我走窗戶。拖下去，剁了餵狗。皇上，你好歹看一眼奏折吧，這都堆成山了。這些東西像蟲子一樣，朕看不懂，這樣出去玩。坐下，不批完奏折不准去。皇上，臣妾抓到這妖女的把柄了，她竟敢在御書房魅惑君心。來人，把這妖女給我拿下！喲，白妃妹妹好大的威風啊，敢在皇上的御書房大呼小叫。蘇貴妃，這賤婢用妖術迷惑皇上，你還不與我一同將她拿下？皇上，白妃妹妹好凶啊！你血口噴人，我連碰都沒碰你。放肆！朕親眼看到你推了愛妃，你這毒婦竟敢撒野！皇上明察，臣妾真的沒有，是他們合謀陷害臣妾。哎，白妃娘娘，我知道您嫉妒我深得圣意，但你也不能拿貴妃娘娘出氣。來人，白妃殿前失儀，禁足半月，罰抄女監100遍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死狗，你身上的味儿真大。死猫，你再罵一句試試。萬惡的資本家，穿越了居然還要加班。這暴君連字都認不全，大楚國遲早要完。這江南水患的折子寫的什麼狗屁不通的文言文，直接撥款不就行了？以月，速撥款10萬兩，搞不定提頭來見。以月，搞不定提頭來見，這後面的圓框是什麼鬼畫符？皇上，最近形勢極其古怪，不僅留宿一個浣衣局的賤婢，連批閱奏折的筆跡和語氣都變了。皇上不對勁，來人，去查那個叫林笑笑的宮女，
本王倒要看看他在搞什么名堂。皇上，昨日您批复户部關於賦稅新政的折子，言辭極其荒謬。臣敢問皇上，究竟是何意？這汪的，這老登在說什麼鳥語？铲屎的也沒教過我呀！皇上為何不語？莫非這折子根本不是皇上親筆所批，而是受了妖人蠱惑？這老狐狸要發難了！告訴他，富人多交稅，窮人少交稅，縮小貧富差距，這叫宏觀調控。攝政王聽好了，朕的意思是，富人多交稅，窮人少交稅，縮小貧富差距，這叫宏觀調控，懂？宏觀調控，此等治國之理，竟是從這草包皇帝口中說出。皇上聖明，臣受教了。酒，有酒在滾，我要去捡。坐下，那是石頭，不是酒。摄政王，你的東西掉了，还不捡起来？皇上，臣妾知錯了，特地熬了十全大補湯來給皇上和林姑娘賠罪。林姑娘，之前是本宮不對，這碗湯你一定要喝。這味道有夾竹桃和斷腸草的成分，劇毒。白妃妹妹熬的湯好香啊，皇上，臣妾也想喝嘛。貴妃娘娘，這湯是給……這湯有毒！太医，快傳太醫！不是我沒有下毒，是他，是林笑笑下毒陷害我。来人，浣衣局宫女林笑笑謀害當朝貴妃，罪無可恕，給本王就地正法。皇上，妖女林笑笑毒害貴妃，人證物證俱在，臣奉旨清君側，還請皇上不要阻攔。你給朕滾開！皇上如此包庇一個宮女，莫非真如宮中傳聞所言，皇上被妖女施了迷魂術？攝政王大人，您說我下毒，證據呢？白妃親手熬的湯，全程只有你端過，貴妃喝下你的湯中毒，這不是證據是什麼？第一，湯是白妃端進來的，也是白妃盛的。第二，貴妃搶在我前面喝湯，我連碗都沒碰到。第三，這血的顏色偏紫黑，是斷腸草的典型症狀，夾竹桃則會導致心律失常、瞳孔散大。攝政王大人對毒理如此精通，連太醫都不用傳就能定罪，真是見多識廣啊！巧言令色，來人，搜他的身！誰敢碰他，朕滅了他！皇上，您這是要與滿朝文武為敵嗎？攝政王大人，與其在這裡血口噴人，不如先傳太醫救人，等貴妃醒了，真相自然大白。您說呢？好，傳太醫，本王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幾時。回皇上，貴妃娘娘確實是中毒，所幸劑量不算太大，家娘娘體質異於常人。奇怪，這脈象怎麼忽快忽慢，像貓一樣？少廢話，能不能救？能，臣有解毒方子，只是需要3日才能甦醒。那就麻煩太醫了。真是的，我好怕，我怕那只死貓死了，我更怕你死了。不怕，媽媽在呢。團子那貓命硬得很，絕育都沒死，這點毒死不了。那個老登，我要把他碎屍萬段！旺財，聽我說，現在不是衝動的時候。攝政王敢帶兵進宮，說明他已經做好了必定的準備。你今天要是動了他，他的黨羽馬上就會造反。造反就造反，朕把他們都殺了！別總想着打殺，你是皇帝，不是哈士奇。可我本來就是哈士奇啊。行吧。你說的對，上輩子出車禍撞死，這輩子還要給狗皇帝當媽，這就是命吧。旺財，起來，跟你說正事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刺客？今天的事你看出来了吗？赵全那个老东西，早就想反了。他今天带御林军进攻，名为抓我，實則是試探你的底線。他發現你不像以前那麼好控制了，所以急了。朕以前那是裝的。裝的？也不算裝，就是剛穿越過來的時候，我腦子不太清楚，就知道吃和睡。後來慢慢想起前世的事兒了，但我發現當暴君挺爽的，就繼續演下去了。所以你不是真的蠢。鏟屎的，你這話好傷人。我只是識字少，不是智商低。行，我重新評估一下局勢。趙全權傾朝野，黨羽遍佈6部，手裡還捏着御林軍的1半兵權。今天他帶來的那些人，明顯是他的人。這說明皇宮的安保系統已經出現漏洞了。安保什麼？就是宮裡的守衛。簡單來說，你家已經被賊惦記上了，而且這個賊還拿着你家的1半鑰匙。那我把鎖換了。你能不能別用狗腦子想問題？我就這點優勢。換鎖沒用，賊會翻牆。我們要做的是把賊引出來，然後關門打狗。打狗？打什麼狗？不是打你這種狗，我的意思是設個圈套，讓趙全主動造反，然後我們名正言順地滅了他。這個好，鏟屎的你真聰明，怎麼設圈套？他今天想用白妃下毒的事除掉我，說明他最忌憚的不是你，而是我。因為我是最大的變數。如果我死了呢？不行！假的，假死。你聽我說完。你說。3天後，蘇貴妃醒來，她會指認白妃下毒。白妃是趙全的人，一旦被供出來，趙全要麼棄車保帥，要麼狗急跳牆。以趙全的性格，他一定會選擇狗急跳牆。因為他知道白妃扛不住刑，一定會把他供出來。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所以他會提前造反。對，而我們要做的，就是在他造反那天，讓他以為他已經贏了，然後一拳打碎他的美夢。鏟鼠的，你笑起來好可怕。閉嘴，去睡覺，明天還有一堆事要安排。對了，鏟鼠的，那隻死貓醒了，我要不要跟他說點什麼？比如謝謝他替你擋毒。不用，罵他2句就行。他不愛看你煽情。好嘞。3天後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趙全，你最好準備好迎接現代職場人的降維打擊。你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嗎？貴妃明天就會醒。什麼？她會指認你下毒，皇上會把你打入天牢嚴刑拷打，你扛得住嗎？王爺救我！我什麼都不會說的，我死也不會出賣王爺的。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，但我不信你扛得住酷刑。你放心，我不會讓你受苦的。王爺，今晚會有人來送你上路，體面一點，別掙扎。趙全，你這個禽獸，我為你做了那麼多，你不得好死！女人果然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。回皇上，白妃娘娘今晚在寢宮自縊身亡，留下遺書承認下毒謀害貴妃。自縊？他那種人會自縊？現場有掙扎痕跡，但仵作驗屍說是自縊，屬下覺得其中有蹊蹺。殺人滅口，趙全動作真快。他這是在斷尾求生。不只是斷尾，你想想，白妃死了，死無對證，下毒的案子就結了。表面上是他棄車保帥，實際上是他在試探你的反應。試探我？對，如果你大動干戈追查白妃的死因，說明你已經準備和他撕破臉，他就會提前動手。如果你不了了之，說明你還沒準備好，他就會繼續布局。那我要怎麼做？不了了之，讓他以為你怕了。可是那只白蓮花雖然討厭，但他好歹是一條命，就這麼算了。當然不能就這麼算了，但不是現在。現在動手，師出無名。我們要等他先出手，到時候新賬舊賬一起算。這是我要你去查的東西。趙全的黨羽名單、兵力部署、秘密聯絡點，越詳細越好。姑娘怎麼知道這些？奏摺裡看出來的。戶部的糧草調撥，兵部的人員調動，吏部的官員任免，都是有規律的。順着規律找，就能找到趙全的爪牙。姑娘厲害，屬下這就去辦。鏟屎的，你也太厲害了吧！
那些奏折我看都看不懂，你竟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。这叫信息整合能力。上辈子我在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天天看数据报表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铲屎的，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产品经理，就是那种天天被老板骂、被程序员怼、被设計師翻白眼的工具人。那你这輩子不用受苦了，我養你。你現在不就是在靠我養嗎？奏折誰批的？朝堂上的話誰教的？那個，咱們是互相扶持嗎？趙全，你想當皇帝是吧？那就看看是你這個古代權謀家厲害，還是我這個被996摧殘過的現代社畜更狠。鏟屎的，你瘦了。团子，你終於醒了，你嚇死媽媽了！鬆手鬆手，我快被你勒死了！哭什麼哭？我又沒死，就是那湯太難喝了，白妃廚藝真差。你還有心情吐槽廚藝？你喝了毒藥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但我看那碗湯是端給你的，總不能讓你喝吧？你這傻貓！別哭了，煩死了！對了，那隻死狗呢？上朝去了。今天朝堂上有大事。什麼大事？趙全今天要在朝堂上提親。提親？提誰的親？他的女兒趙婉兒想送進宮當皇後。這是想用女兒拴住皇上，還是想讓他女兒當臥底？都有。而且他選在這個時間點提親，明顯是想試探皇上的態度。如果皇上拒絕了，他就有借口發難。皇上打算怎麼辦？同意。什麼？同意他女兒進宮，但不是當皇後，是當妃子。皇後的位置另有人選。那個人選該不會是你吧？是。你要嫁給那隻死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，那個柴家就配不上你。鬆手！假的，權宜之計。什麼意思啊？趙全不是想讓女兒當皇後嗎？我就偏不讓她如願。皇上會封我當皇後，這樣後宮的大權就在我們手裡。趙全就算把女兒送進來，也只是個妃子，翻不出什麼浪花。那趙全能答應？他答不答應無所謂，聖旨一下，他還能抗旨不成？他要真抗旨，那就是造反。我們正好名正言順地打他。那你要真嫁給那隻死狗怎麼辦？不會的，等趙全倒了，我再找個借口退位讓賢。反正皇後的位置只是個工具，用完就扔。鏟屎的，你有沒有想過，那隻死狗是認真的？什麼認真？唉，算了，當我沒說。你繼續你的計劃吧，我配合你。團子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旺財認真，認真什麼？原來在鏟屎的眼裡，我只是個工具啊！皇上，臣之女婉兒知書達理，德才兼備，臣懇請皇上冊封婉兒為後。請皇上恩准，冊封趙小姐為後。攝政王愛女心切，朕心甚慰。不過，皇後的位置，朕已經有人選了。敢問皇上，選中的是哪家閨秀？御前宮女林笑笑。皇上不可！林氏乃浣衣局宮女出身，身份卑微，怎配母儀天下？皇上三思，此女來歷不明，恐有不軌之心。皇上，您要冊封一個宮女為後，這是要置滿朝文武的臉面於何地？朕的皇後，朕說了算，誰敢多言，斬！這草包皇帝什麼時候學會先下手為強了？背後必有高人指點，一定是那個林笑笑。皇上聖明，臣遵旨。林笑笑，你既然想當皇後，那就別怪本王不客氣了。一個死人是當不了皇後的。你真的扳指了？我不是說了嗎？這是權宜之計，你怎麼不跟我商量就扳指了？我商量了，你沒在。我不在你就自己拿主意？你是狗嗎？我本來就是狗。行，我不跟你吵。現在旨意已經下了，全天下都知道我要當皇後了，你滿意了？陈叔的，你不想當皇后嗎？這不是想不想的問題，我是現代人，我壓根沒想過要嫁人，更沒想過要嫁給你。
所以你不想嫁给我？旺财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我的狗，我当然爱你，但那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，你明白吗？但我现在是人，我对你的感情既是狗对主人的忠诚，也是男人对女人的爱。前世你每天加班，我就趴在门口等你。这辈子，我想以男人的身份保护你。你别说这种话，我受不了。我不会逼你，你不愿意，我就不勉强。圣旨的事是我自作主张，对不起。这真的是那只只会拆家的哈斯基吗？圣旨已经下了，覆水难收。皇后的事先这么定着吧，等赵全的事了结了，我们再谈。好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能被一只狗的表白打动了。林笑笑，你可是见过世面的现代人。陈氏的耳朵红了，他害羞了，他对我也有感觉。皇上突然册封那个宫女为后，你们怎么看？王爷，此事蹊跷，那宫女来皇宫不过月余，就能讓皇上為她破例冊後，絕非等閒之輩。沒錯，而且屬下查到，自從那宮女來了以後，皇上批閱奏折變了，朝堂上不再任人擺布，這背後定是那宮女在指點。所以本王才說此女不除，後患無窮。王爺，既然皇上已經撕破臉，我們不如不急，冊封大典在7天後，到時候宮中人頭攒動，正是動手的好時機。7天後，本王要讓他們知道誰才是這天下的主人。王爺，皇上雖然草報，但宮中禁衛軍有2000人，我們的人只有1000，兵力上不佔優勢。1000人就1000人，1000人先下手為強。而且，誰告訴你只有1000人的？城外駐軍有3萬人馬，將領是本王一手提拔的。本王一聲令下，半個時辰就能兵臨城下。王爺竟然已經布置到了城外。哼哼，本王布局10年，豈是為了今天這點小打小鬧？要麼不動，要動，就要一擊必殺。7天後的冊封大典，皇宮的守衛會分出一半去維持秩序，到時候內應外合，先控制宮門，再包圍金鑾殿。至於皇上和那個妖女，就地格殺，一個不留。姑娘，您要的情報都查到了，趙全的黨羽名單、兵力部署、聯絡暗號全在這裡。這哪是攝政王，這分明是地下皇帝啊！很嚴重嗎？比你想象的嚴重得多。趙全要是現在造反，我們毫無勝算。那就跟他拼了！拼不過，硬碰硬是送死。我們要智取。趙全的優勢是兵多將廣，弱勢是他太自信了。他覺得我們就是甕中之鱉，所以一定會挑一個他認為最合適的時間動手。最合適的時間？冊封大典那天宮裡人多眼雜，守衛又要分出一半去維持秩序，正是動手的好時機。姑娘怎麼知道？因為我也會選那天。如果我是趙全，我一定會在那天動手。那我們怎麼辦？取消冊封大典？不能取消，取消了大典就等於告訴他我們怕了，他反而會提前動手。那怎麼辦？將計就計。他以為他是獵人，其實他才是獵物。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冊封大典那天反殺他。可是姑娘，我們的兵力只有對方的1/3，怎麼反殺？打仗不是靠人多，是靠腦子，靠信息差，靠降維打擊。7天之後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趙全，你準備好了嗎？你緊張嗎？不緊張。你手心都濕了。閉嘴，看戲。御林軍多了300張生面孔，都是趙全的人。宮門外有異動，腳步聲比平時重，這老東西果然要動手。笑吧，笑吧，再過半個時辰，你就笑不出來了。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自爾林氏玉秀中齡，德容兼備，冊封為後，母儀天下。參見皇後娘娘。宮門外有動靜，我知道，按計劃行事。今日朕大婚，普天同慶，賜宴。皇上，城外亂軍入宮，臣護駕來遲，還請皇上恕罪。趙全，你終於忍不住了。
我忍了你3年了，今天该做个了断了。摄政王大人，您确定是您包围了我们？不可能，宫里的守卫明明已经被我的人替换了。你以为你换掉的是守卫，你换掉的是我故意留给你的药啊！这是什么妖术？曼陀罗花粉加酒精萃取的高濃度镇靜劑，吸入後5分鐘內失去戰鬥能力。放心，不致命。旺財，該你了。趙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那只死狗又拆家了，隨他去吧，他開心就好。城外的3萬人馬馬上就到，你們這些跳梁小丑，以為這點手段就能贏我？你說的是城外駐紮的那3萬兵馬嗎？皇後娘娘，城外叛軍已被全部繳械，主將人頭在此。怎麼可能？你以為你的幕僚都是忠心耿耿的？你以為你的計劃天衣無縫？攝政王大人，您太小看我。趙全，你可知罪？成王敗寇，我無話可說，但我有一事不明，你到底是怎麼知道我的全部計劃的？這個問題讓皇後回答。從你第一次在朝堂上發難開始，我就在收集你的情報。你以為你安插在宮裡的眼線很隱蔽，你以為你的密信很安全，你的每一個幕僚，每一次密會，每一封書信，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甚至連你今天會在冊封大典上造反，都是我算好的。你到底是誰？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趙全謀反，罪無可恕，誅9族，其黨羽全部打入天牢，聽候發落。小葉，你好狠！你看我給你做了什麼？你做的？我讓御廚做的，但我全程監督了。那怎麼就成你做的了？好歹我也是出了力的嘛。肉乾湯，給我給我。鏟屎的，今天謝謝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真的要被趙全幹掉了。你不用謝我，你是我養的狗，我保護你是應該的。那我現在還是你的狗嗎？什麼意思？我現在是人了，還是皇帝，我還能當你的狗嗎？你永遠是媽媽的傻狗。趙全逆黨已除，但其遺毒尚存，朕欲重整朝綱，眾卿可有良策？臣妾有一策，不知當講不當講。講。趙全之所以能權傾朝野，是因為他把持了6部，安插了無數黨羽。要鏟除他的遺毒，不能只殺人，更要改制度。這是本宮擬定的新政綱要，共12條，包括改革科舉、整頓吏政、輕徭薄賦、興修水利等。諸位大人可以傳閱。皇後娘娘，這科舉改革要增加算學和格物，這不合祖制啊！大楚國缺的不是會寫八股文的文人，而是會治理水患的工程師，會打造兵器的工匠，會計算糧草的賬房。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治國之才。可是娘娘，這輕徭薄賦，國庫的收入會減少啊！減少的只是眼前的小利，農民有了餘糧才會消費，消費活躍了，商稅自然增加，商稅增加了，國庫反而會更充沛，這叫刺激經濟。皇後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，誰有異議？
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圣明。果然，跟古代人讲经济学，不如直接让暴君拍桌子好使。铲屎的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我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没办法，改革初期事情多，等上了正轨就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留在这里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永遠留在這裡，不回現代了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回去，你抽屜裡那本物理書都翻爛了，你在找回去的方法，對不對？你怎麼知道？哼，貓的觀察力。你以為我每天在御書房睡覺是在幹嘛？我在看着你。我不知道該不該留下來。現代有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熟悉的一切，但這裡有我和那隻狗。對，有你們。別跑！你是皇帝，能不能有點正形？3個月了，新政推行順利，朝堂上下一心，百姓安居樂業，這樣的日子好像也不錯。你看，我抓到了。飛了。你讓它飛吧，蝴蝶本來就不該被抓住。那你呢？你也不該被抓住。铲屎的，這3個月我想了很多。你說你不想嫁給我，我理解。你是人，我是狗，我們不是一個物種。但我想告訴你一件事，那8年是我最開心的日子，這輩子能再遇到你，是我最大的幸運。所以，不管你是把我當狗，還是當朋友，還是當別的什麼，我都會一直陪着你，因為你是我的铲屎官，這是永遠不會變的。旺財，我跟你說個事。什麼事？這是我畫的回去的方法。理論上，只要集齊5顆特定位置的隕石，就能打開時空裂縫。你要回去了？我把這張紙給你，是想讓你幫我保管。為什麼？因為我不需要它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旺財，團子，我不走了，這裡是我的家，你們是我的家人，我哪兒也不去。我就知道你捨不得我，旺旺。好了好了，鬆開，我快窒息了。兩個傻子。哼。王大人，江南水患的賑災銀兩，你說已經撥下去10萬兩。回皇後娘娘，確已撥付。那為什麼江南巡撫的折子上說只收到了3萬兩，剩下的7萬兩呢？飛了。娘娘明鑑，下官確實撥了10萬兩。至於為何只到了3萬兩，下官不知啊。7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，從戶部到江南要經過3道轉運，5個衙門，每經過1道就被克扣1點，到了地方就只剩零頭了。王大人，我說的對嗎？娘娘聖明，這確實是大楚國的頑疾，但下官位卑言輕，實在是無力整頓啊。我沒說要整頓。從今天起，所有賑災銀兩不再經地方衙門之手，由戶部直接派人押送到災區，全程有賬可查，有據可憑，中途但凡短缺1兩，押送之人就地正法。回去照辦，下個月的朝會上，我要看到執行情況。臣遵旨，娘娘千歲千歲千歲。鏟屎的，你這手段夠狠啊！直接繞過地方衙門，這不是要斷了那些人的財路？貪官的財路斷就斷了，百姓的救命錢1分都不能少。皇後娘娘駕到，臣接駕來遲，罪該萬死。周大人不必多禮，我今天前來是有要事相商。娘娘請坐。
娘娘請講。周大人，你是督察院左都御史，掌监察百官之责。我想問你，大楚国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？吏治虚正，風氣虚輕。没錯，朝堂風氣清正，方能安民；各级官吏恪令職守，百姓方能安居樂業。趙全雖已伏法，但他的爪牙還在。這棵大樹盤根錯節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清除乾淨的。娘娘的意思是？這是我這3個月整理出來的貪官名單，上至6部侍郎，下至縣令小吏，共47人，每一人都有確凿證據，夠抄家滅族的。娘娘，這些人遍布朝野，盤根錯節，若是一起动他們，恐怕會引起劇烈反彈。誰說我要一起动了？這些人的勢力分布在不同的區域，彼此之間並不完全通氣。我們可以先动邊遠地區的，再动腹地的，先动小官，再动大官。溫水煮青蛙，等他們反應過來，已經來不及了。娘娘此計甚妙，只是這需要大量的监察人手。所以我今天来找你，督察院的人手夠嗎？不夠，督察院满打滿算只有100多人，而且其中還有不少是關係戶，真正能幹事的不到一半。那就招人，從新科进士中選拔品行端正、能力出众的，充實督察院。同時設立舉報通道，允許百姓直接上書督察院檢舉貪官。百姓直接上書，這不合祖制呀！祖制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百姓最清楚哪些官是貪官，哪些官是好官，給他們一個說話的渠道，比督察院派100個人下去查都有用。臣願為娘娘效犬馬之勞。不是為我效勞，是為大楚國的百姓效勞。周大人，拜托了。该休息了，都3更了。马上，我把这个方案寫完。你白天要去朝堂，要去督察院，要去御書房批折子，晚上還要加班，你比在現代還忙。現代忙是為了賺錢，現在忙是為了活命，性質不一樣。活命？趙全不是已經死了嗎？旺財，你想想，大楚國為什麼會允許趙全這樣一個權臣存在？為什麼會吏治腐敗，民不聊生？不是因為趙全一個人壞，而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就有問題。不懂。簡單來說，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的制度，太依賴皇帝個人的能力了。遇到明君，天下太平；遇到昏君，天下大亂。而你是哈士奇，你連奏折都看不懂。喂，我不是在罵你，我是在陳述事實。所以我要做的，不是幫你當一個好皇帝，而是建立一個不需要好皇帝也能正常運轉的制度。就像你跟周正說的那些？對，把這些都建立起來，讓制度管人，而不是人管制度。這樣就算有一天我們不在了，大楚國的百姓也能過上好日子。西域月之國使者覲見。月之國使臣阿史那參見大楚皇帝陛下。平身。月之國派使者來我大楚，所謂何事？陛下，月之國與貴國一向友好，此次臣奉命前來，一是進貢良馬百匹、寶石10箱，為我月之國長公主求親，願與貴國結秦晉之好，永世休沐。月之國雖是西域強國，但與我大楚相隔萬里，聯姻有何益處？月之長公主據說貌美如花，若能入宮為妃，倒也是一樁美事。朕已經有皇後了，不納妃。陛下，我月之長公主身份尊貴，即便不做皇後，做個貴妃也是使得的。朕說了，不納妃，你要聽不懂，朕讓人送你回去。陛下，這是要拒絕我月之國的善意嗎？使者遠道而來，朕方才失禮了。聯姻之事事關重大，容朕與朝臣商議後再作答復。使者先在驛館休息幾日。多謝陛下，臣靜候佳音。皇上，月之國此次來求親，表面上是結好，實則是試探。若我們拒絕，他們很可能會聯合西域其他國家，對我大楚西部邊境構成威脅。可是皇上已經有了皇後，要是納月之公主為妃，皇後娘娘的面子上也不好看。
誰說一定要納妃？不納妃，那月枝那邊怎麼交代？誰說结親一定要嫁人？月之国想要的是什麼？表面上是联姻，實則是想攀上大楚這棵大樹，在跟周邊國家的競爭中占得先機。既然他們要的是利益，我們給他們利益就是了，不用嫁人也能結盟。怎麼結？開通商路，允許月之商人到大楚境內經商。大楚的絲綢、瓷器、茶葉也可以通過月之放到更遠的西方国家，雙方各取所需，比嫁一個公主實惠多了。娘娘的意思是互市？对，互市，而且不只是跟月之，跟西域所有国家都可以互市。商路一通，財富就來了，財富來了，大楚就更強大了。可是西域各國之間紛爭不斷，如果我們在那裡開通商路，勢必会被捲入他們的紛爭。那就讓月之替我們管。月之是西域最強的小国，讓他們做西域的代理人，維持商路的安全。作為回報，我們給他們最優惠的通商条件。此計甚妙，不費一兵一卒就能在西域打開局面。皇后娘娘深謀遠慮，臣佩服。那就這麼定了。禮部，去跟月之使者談，告訴他們，不嫁人，但互市，條件可以談，底線不能退。臣遵旨。大人，大楚皇帝拒絕联姻，卻提出互市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意思就是他們不想把公主嫁過來，但又不想得罪我们。那我們怎麼辦？回去怎麼跟大汗交代？不，這個結果可能更好。更好？聯姻只能得到一個大楚的妃子，對大楚的影響力有限。但互市，如果商路真的能打通，月之就能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，到時候銀子滾滾來了。大人英明。這個提出互市的人不簡單，大楚的皇後果然名不虛傳。回去告訴大汗，大楚有一個了不得的女人，讓我們的人多收集一些關於她的情報。是。你是不是太累了？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。那只死狗不心疼你，我心疼。他怎麼會不心疼？他天天讓御廚給我燉補品，我都吃膩了。他那叫心疼嗎？他那叫把你當豬養。你這話要是讓他聽見，他又要跟你吵。吵就吵，我怕他。铲屎的，你有没有想過一個問題？什麼問題？你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在為將來打算，但你的將來什麼意思？我是說，你對那只狗到底是怎麼想的？它喜歡你，瞎子都看得出來。但你呢？你把它當狗、當朋友、當工具，還是當別的什麼？團子，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八卦了？我不是八卦，我是擔心。你這個人什麼都好，就是有一件事，你太理智了，理智到不會做任何超出計劃的事情。但是感情這件事是不能用計劃來衡量的。那只死狗雖然傻，但它對你的感情是真的。你如果對它也有一點點意思，就不要一直吊着它。如果你對它沒意思，也趁早說清楚，別讓人家一直等着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什麼？我不知道我对它是什麼感情。我愛它，那是肯定的。但我分不清那是主人對寵物的愛，還是女人對男人的愛。那你慢慢想吧。旺財，團子，你們對我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？我留在這裡，真的只是為了改革朝政嗎？睡不着？喝点儿，御膳房新釀的桂花酒，不烈。味道不錯。你是不是有心事？你怎麼知道？我能聞到，你心情不好的時候，身上的味道會變。你真是狗鼻子。
所以能跟我说说吗？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？旺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没有穿越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应该还是老样子吧。那听起来挺无聊的。不无聊，有你在，就不无聊。旺财，如果我不是你的铲屎官，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你，不管你是我的铲屎官，还是我的皇后，还是街上一个陌生人，你都是你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上朝呢。旺财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，我给你一个答复。好。陛下，關於護市之事，臣已請示本國大汗。大汗表示，月之國願與大楚國結為兄弟之邦，互通有無，永世修好。很好，具體的條款由戶部和禮部與使者商談。朕只有一個要求，商路的安全由月之負責。若有商隊在月之境內被劫，月之需10倍賠償。作為交換，大楚銷往西域的絲綢、瓷器、茶葉，月之國享有優先採購權，且價格比其他國家優惠1成。此言當真？君無戲言。月之國願與大楚國永結同心。好，傳旨，即日起開通西域商路，命戶部設立護市司，專管此事。皇上聖明，皇后娘娘聖明。這石頭不錯，我要了。隨便，那是西域商人送的禮物，算他們有眼色。總算批完了。鏟屎的，你最近心情好像不錯。有嗎？有。你以前加班的時候會嘆氣，現在加班的時候會哼歌。我哼歌了，哼了一下午了，你自己沒發現？可能是心情好吧，是因為那隻死狗吧？你能不能別什麼事都扯到他？不是我扯，是你最近提到他的次數變多了。以前你說旺財的時候，語氣像是在叫狗，現在你說旺財的時候，語氣像是在叫……像在叫什麼？像是在叫一個喜歡的人。行了吧，別裝了，你的貓可是鑑表專家，見不了一個毛頭小子對你的意思。你再胡說八道，我就把你的貓糧斷了。你捨得嗎？人類真麻煩，互相喜歡為什麼要藏着掖着？你騎得太慢了，快點！我又不是你，4條腿。我是2條腿，我騎的是馬。你今天怎麼突然想來騎馬了？天天在宮裡待着，悶得慌，出來透透氣。也是，你最近太忙了。你還記得前世我們第一次見面嗎？記得，你是一隻被遺棄的小奶狗，縮在紙箱裡，渾身髒兮兮的，在路邊發抖。你把我抱起來的時候，我用舌頭舔了你的臉。對，你舔得我一臉口水。我當時就想，這隻狗怎麼這麼自來熟？因為你身上有很好聞的味道，那種味道讓我覺得安心。那是洗衣液的味道吧？不是，是你自己的味道。從那天起，我就認定了你。旺財，你問我的那個問題，我想好答案了。什麼問題？你問我能不能把你當做一個男人？我想了很久，
然后我意識到一個問題，我之所以想那麼久，不是因為我對你沒有感覺，而是因為我太害怕了。怕什麼？怕失去。前世我失去了你一次，那種痛我不想再經歷第二次。如果我們的關係變了，我可能承受不住。你聽我說，前世的車禍是意外，不是誰的錯，但這輩子我不會讓任何意外把我們分開，我會保護你一輩子。如果你願意，讓我不只是你的狗。旺財，你要答應我一件事。什麼事？不管發生什麼，不許再拆家。紫檀木的門真的很貴。好，我答應你。少爺，放我下來！這輩子都不放了。總算在一起了，再磨叽下去，我都要替他们着急了。喂，你們兩個能不能別在馬場秀恩愛，考慮一下單身貓的感受？那只死貓肯定是嫉妒。你別說出來啊！你現在有他了，不會不要我了吧？怎麼會？你們一個是我的狗，一個是我的貓，我不要誰都不會不要你們。這還差不多。皇上，北境匈奴派使者送來國書，言辭極其傲慢，揚言若不增加歲幣，便要揮師南下。增加歲幣？去年才漲過，今年又要漲，真當大廚是 ATM 機啊？這不是普通的勒索，匈奴新單於剛繼位，需要用一場勝利來鞏固地位。如果我們乖乖給錢，他在國內就有了面子，以後會變本加厲；如果我們不給，他就有了開戰的借口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北境防線雖然加固了，但真要打起來，我軍未必是匈奴鐵騎的對手啊！哼，不打也不給，那怎麼辦？拖到冬天。匈奴人靠游牧為生，冬天是他們最難熬的時候，牲畜凍死，糧食短缺，戰鬥力會大打折扣。而我們的軍隊，冬天有城池保護，有充足的後勤補給，優勢更大。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跟匈奴談判，談2-3個月。表面上我們是在認真討論歲幣的事，實際上是在拖時間。等冬天一到，他們的優勢就沒了。娘娘此計甚妙，可是萬一匈奴人不耐煩，提前動手呢？那就更好了。冬天還沒到，他們的補給線比我們還長，打持久戰他們耗不起。只要我們能守住第一波進攻，他們自己就會退兵。就這麼辦。李大人，去跟匈奴使者談，態度要好，條件可以談，但一個字拖。臣遵旨。你怎麼什麼都會，連打仗都懂？這不叫打仗，這叫博弈論。差使的，你說的那個什麼論，能教教我嗎？你一個後宮嬪妃，學博弈論幹什麼？宮鬥也是博弈啊。唉，行吧，有時間教你。什麼？大廚說還要再商議，這都商議了半個月了。大人，大廚的禮部尚書說歲幣的數額需要詳細核算，讓大人再等幾日。再等幾日？老子從北京走到這裡用了2個月，再等下去冬天都要到了。等等，冬天。大廚一直在拖延時間，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。這不是在談判，這是在等冬天。大人，等冬天對他們有什麼好處？哼，冬天我們的戰鬥力會下降，而他們有城池保護。等冬天一到，他們就更有底氣跟我們談。那我們怎麼辦？立刻飞鸽傳書給單於，告訴單於，大廚在故意拖延時間，建議單於不等了，提前南下。是。大楚的皇帝，還有那個傳說中的皇後，你們想跟本將軍玩心眼兒？好，那就看看誰玩得過誰。娘娘，
匈奴使者赫连烈昨日飞鸽傳書，內容已截獲。你的判斷是對的，赫連烈看穿了我們的意圖，已經建議單於提前南下。提前？能提前多久？根據情報，匈奴大軍已經在邊境集結，最快半個月內就能南下。半個月？現在是初秋，半個月後還是秋天。秋天的匈奴鐵器戰鬥力依然很強，而我們的一些秋收還沒完成，這個時候打仗對我們不利。那怎麼辦？既然拖不住了，那就打，但不是硬碰硬，而是以逸待勞。什麼意思？把邊境百姓全部撤入城內，坚壁清野。匈奴人南下是為了搶糧食、搶人口。如果什麼都搶不到，他們的士氣就會受挫。同時，派出小股騎兵，日夜騷擾他们的補給線。匈奴人打仗靠的是速度和突襲，補給線一旦被切斷，他們就撐不了多久。娘娘的意思是游擊戰？對，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，不跟他們正面交鋒，但讓他們一刻也不得安寧。去，召集兵部尚書和北境守將，連夜開會。是。匈奴來襲，內憂剛平又起外患。這個皇後真是比產品經理還難當。皇上，娘娘，北境急報，匈奴大軍10萬鐵騎已南下，先鋒部隊距離雁門關不足300里。10萬？去年不是說匈奴只有8萬兵力嗎？新單於統一了草原各部，兵力大增，10萬還是保守估計，實際可能更多。10萬大軍的軍糧、軍饷、軍械，國庫承受不起呀！承受不起也得承受，匈奴人都打到家門口了，難道要拱手讓出北境？各位大人稍安勿躁。10萬大軍聽起來可怕，但匈奴人的補給線很長，真正能投入戰鬥的不會超過7萬，而我們北京守軍有5萬，加上各地援軍，總兵力可達8萬，兵力上並不吃虧，關鍵是戰術。我已經擬定了北境防禦方案，請趙將軍過目。娘娘，這戰術前所未聞，堅壁清野，游擊騷擾，誘敵深入，分割包圍，這真的是娘娘想出來的？書上看來的，趙將軍只需告訴我，可行嗎？可行。臣在北境打了20年仗，從未見過如此精妙的戰術。若按此方案執行，臣有70%把握擊退匈奴。70%不夠，朕要10%。趙將軍，若我給你一樣秘密武器，你能將把握提高到幾成？什麼秘密武器？這是改良版的神臂弩，射程比現有的遠1倍，威力大3成。我已經讓工部趕制了5000把，10天之內可以送到北境。射程遠1倍，威力大3成。娘娘，若有此等利器，臣有90%把握。好，趙虎聽令。臣在。朕命你為北境大都督，全權負責抗擊匈奴。朕只有一個要求，打贏。臣誓死不負皇上所托。那個神臂弩的圖紙你什麼時候畫的？每天晚上你睡着之後。所以你這半個月每天都熬夜？沒事，習慣了。上輩子趕項目的時候，連續通宵3天都是常事。你不能這樣，你要是累倒了，大楚國怎麼辦？我怎麼辦？好了好了，我沒事。匈奴的事解決了就休息。先把這個喝了，我讓御膳房燉了2個時辰。團子，你什麼時候學會關心人了？我什麼時候不關心你了？只是我以前不說而已。团子，你怎麼了？沒什麼，就是最近總做一些奇怪的夢，夢到前世，夢到你帶我和旺財去絕域的那天，夢裡那輛車朝我們撞過來的時候，我很害怕，醒來之後更害怕。
我怕这一世又会有什么意外把你带走。不会的，这一次我会保护好你们。将军，匈奴先锋军来了，大约2万人。 2万人就敢来打雁门关，赫连烈也太小看我们了。将军，按娘娘的战术，我们应该是坚壁清野，诱敌深入。传令下去，城外百姓全部撤入城内，粮食一粒不留，水井全部填埋。是。大楚的懦夫们，出来受死！怎么不敢出来？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攻城！ 这是什么弩？射程怎么这么遠？娘娘说的对，不跟他们硬拼，先消耗他们的锐气。等他们疲惫了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将军，大楚的弩太厉害了，我们的骑兵还没冲到城墙下就被射倒了。 而且他们把城外所有的粮食和水源都毁了，我们的补给线又被大楚的小股骑兵不断騷擾，士兵们又饿又渴，士气很低落。这就是那个皇后的战术，坚壁清野，游击騷擾。将军，要不我们先撤吧，等冬天过了再打。不能撤，单于派我们来是要我们打赢的。如果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单于的脸面往哪搁？那我们怎么办？ 雁门关打不下来，那就绕过去，从西边的峡谷繞到雁门关背后，前后夹击。可是将军，西边峡谷地形险要，大军难以通行。那就分兵，2万人在正面佯攻，主力8万人从峡谷繞过去。将軍英明。大楚皇后，你以為這點小把戲就能擋住匈奴的鐵騎？你太天真了。娘娘，北境急報。 匈奴主力分兵西進，試圖從峽谷繞到雁門關背後。這個峽谷地形險要，易守難攻，但如果讓匈奴人穿過去，雁門關就危險了。趙虎能守住嗎？如果趙虎提前知道，他能守住；但如果他不知道，被前後夾擊。等等，這個峽谷的地形，如果是雨季，這裡會變成什麼樣？雨季。 現在是秋天，沒有雨啊。沒有雨，但我們可以造雨。造雨怎麼造？上游有一條河，對吧？如果在峽谷的上游築壩蓄水，等匈奴人進入峽谷後，再決堤放水。水淹七軍。對，匈奴鐵騎再厲害，也怕水。峽谷兩側都是峭壁，一旦洪水灌入，他們連跑的地方都沒有。娘娘此計太狠了。 對敵人仁慈，就是對自己殘忍。傳令趙虎立刻在上游築壩蓄水，誘使匈奴主力進入峽谷，然後開閘放水。是。將軍，這地方太險了，如果大楚在這裡設伏，哼，大楚的兵力都在雁門關，哪有人來設伏？加快速度，天黑之前必須穿過峽谷。 這裡怎麼這麼濕？前幾天沒下雨啊！將軍，上游好像有一條河。上游，河。撤！快撤！這是陷阱！苦水來了！大楚皇后，你好狠！将軍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8萬匈奴主力就這麼沒了。皇后娘娘真乃神人也。我們贏了！匈奴人被水淹了！皇后娘娘萬歲！娘娘，臣服了。您不只是皇後，您是大楚的守護神。皇上、娘娘，雁門關大捷，
匈奴主力8萬人在峽谷被洪水淹沒，赫連烈生死不明，匈奴残部已退出邊境。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圣明。你不高兴吗？高興，但打仗不是目的，和平才是。匈奴主力虽然被滅了，但草原上還有他們的部族，如果逼得太緊，他們會拼死反抗。那接下來怎麼辦？傳旨，北境守軍不得追擊，同時派出使者去草原，向匈奴各部傳達一個消息：大楚不想打仗，但也不怕打仗，願意歸順的可以繼續在草原放牧。大楚每年提供糧食和布匹，不願歸順的，赫連烈就是他們的下場。娘娘聖明，就這麼定了，退朝。铲屎的，你今天在朝堂上的樣子好帥，那些大臣看你的眼神都变了，是嗎？我沒注意。你當然沒注意，你只看得到那些奏折。我跟你說，今天散朝後，好幾個大臣來找我，說皇后娘娘真乃女中諸葛。女中諸葛？我又不是諸葛亮。你比諸葛亮厲害。諸葛亮會造神臂弩嗎？會用水淹七軍嗎？水淹七軍那是關羽幹的。關羽是誰？算了，說了你也不懂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匈奴各部終於派人來求和了。這回來的可不是那個趾高氣揚的赫連烈了。匈奴使臣阿骨拉奉各部頭人之命前來大楚求和，匈奴願世世代代臣服大楚，永不侵犯。匈奴屢次犯我邊境，殺我百姓，搶我糧食。現在說求和就求和，當大楚是什麼地方？匈奴願賠償大楚所有損失，願獻上良馬5000匹，牛羊3萬頭，皮毛10萬張，願送單於之子入京為質。哼，不夠，請陛下示下。朕的條件有3：第一，匈奴從此取消單於稱號，改稱匈奴王，由大楚冊封；第二，匈奴每年向大楚進貢，數量另行商議；第三，開放互市，匈奴的牛羊馬匹可以賣到大楚，大楚的糧食、布匹、鐵器也可以賣到草原，雙方百姓自由貿易，不得阻攔。陛下，此言當真？哼，君無戲言。你回去跟你們那些頭人商量，同意了就來簽合約，不同意就繼續打。朕的皇後還有100多種戰術沒用完呢。臣代匈奴各部謝陛下隆恩，謝皇後娘娘隆恩。娘娘，您的這3個條件實在是高。第一條是在名分上貶低匈奴，第2條是在經濟上控制匈奴，第3條是在利益上綁定匈奴。3條加在一起，匈奴以後再想造反，就得掂量掂量了。周大人說的對，打仗只是手段，和平才是目的。與其打來打去兩敗俱傷，不如大家一起做生意賺錢。可是娘娘，互市開放以後，草原上的馬匹大量湧入，會不會衝擊我大楚的馬政？不會，草原馬匹雖多，我們可以通過互市，把草原上最好的戰馬買過來，充實我大楚的騎兵。這叫以彼之馬，壯我之師。娘娘此計甚妙。那當然，朕的皇後是最厲害的。少拍馬屁。铲屎的，匈奴的事兒解決了，西域商路也開通了，吏治也在整頓了。你接下來還有什麼大計劃？教育改革。教育改革？對，大楚國的科舉只考儒家經典，太偏科了。我想增加算學、格物、法律、經濟等科目，選拔更多實用性。你又要搞事情？不搞事情的人生和鹹魚有什麼區別？你累不累啊？累，但停下來我會更累。那你就停下來休息一下。大楚國不是一天能建好的，你可以慢慢來。好，聽你的。皇後娘娘，科舉乃我大楚立國之本，自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，200餘年未曾變過。娘娘要增加算學、格物等科目，這實在是動搖國本啊！動搖國本，李大人，
我問你，大楚國的農田誰在種？城牆誰在修？河道誰在疏？自然是百姓在種，工匠在修。对，百姓、工匠、商人、士兵，这些人才是大楚国的根本。而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呢？只会写八股文，连水稻和麦子都分不清，连算盘都不会打。这样的人去治理地方，能治理好吗？可是娘娘，圣人云，圣人还云，民为貴，社稷次之。你们天天把圣人挂在嘴邊，圣人的話做到了幾句？都起來吧，各位大人，我不是要廢除儒家經典，儒家講仁義禮智信，這些是做人的根本，不能丟。我的意思是，在考儒家經典的基礎上，增加實用的科目，讓選出來的官員既懂仁義道德，又懂實際政務。我舉個例子，江南水患，一個懂水利的縣令和一個只會寫文章的縣令，哪個更能解決問題？懂水路的。所以啊，改革不是要推翻祖制，是要讓祖制更好地發揮作用。娘娘聖明，臣等遵旨。你看他們那個表情，像吃了蒼蠅一樣。你還笑？他們回去肯定要在背後罵我。罵就罵唄，他們又不敢當着你的面罵。再說了，你被罵的還少嗎？也是，從穿越到現在，我哪天沒被罵？你們兩個能不能別在我面前秀恩愛？我是來曬太陽的，不是來吃狗糧的。你不想吃也得吃，誰讓你是一隻貓？你說什麼？鏟屎的救我！好了好了，別鬧了，說正事。科舉改革只是第一步，接下來我還要在京城設立一所新式學堂，專門培養算學、格物、法律、經濟方面的人才。學堂叫什麼名字？就叫京華學堂吧。我支持你。我也支持你。我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出來逛了。是啊，上次出來還是3個月前。那是因為你太忙了，以後我要多帶你出來走走。好。給你。前世你每次帶我和死貓去公園，都會給我們買零食。這次換我請你。好吃。旺財，你知道嗎？1年前我剛穿越過來的時候，每天都活在恐懼裡，我怕哪天得罪了哪個貴人，就被拖出去打死了。現在呢？現在我是皇後，誰敢打我？對，你現在是大楚國最尊貴的女人。不是尊貴，是有你們在，我就不怕了。兩位客官，買書嗎？我這裡什麼書都有。這本多少錢？50文。太貴了。旁邊那本呢？那本是新到的算學書，80文。算學書？還有人買算學書？買的人少。這年頭，讀書人都去讀4書5經了，誰讀算學呀？我這算學書都積灰了。這就是問題所在，不是沒人需要算學，而是社會沒有給算學足夠的價值。科舉不考，學了也沒用。在想什麼？沒什麼，走吧，去別處看看。等你那個京華學堂建起來了，這些算學書就有銷路了。希望吧。聽說皇後娘娘要改革科舉，增加算學、格物等科目，這簡直是荒謬。就是算學、格物，那是工匠學的下等學問，怎麼能跟儒家經典相提並論？我聽說皇後娘娘還要在京城辦什麼新式學堂，專門教這些下等學問，這不是要把大楚國的讀書人帶歪了嗎？皇後娘娘一個婦道人家，懂什麼治國之道？不過是仗着皇上的寵愛，胡作非為罷了。坐下。他們在罵你。讓他們罵，聽聽他們怎麼說，也好知道反對的人在想什麼。我聽說皇後以前是個浣衣局的宮女，不知道用了什麼狐媚手段迷惑了皇上。這樣的女人怎麼能母儀天下？你們小聲點兒！皇後娘娘現在權傾朝野，連攝政王都被她扳倒了。
要是被他的人听到，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怕什么？大楚国的天下还是读书人的天下，他一个妇道人家还能翻天不成？走吧，听够了。那几个书生，我要把他们抓起来。抓他们干什么？他们说他们的，我做我的。等我的改革出了成果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可是他们骂你。旺财，我在现代的时候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，这点骂声我早就不在乎了。走吧，回宫，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还在想学堂的事。建学堂不难，难的是请先生。大楚国懂算学格物的人太少了，而且大多身份低微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那就请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来教啊！你连摄政王都扳倒了，还在乎身份？你说的对，是我着相了。铲屎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做的这些事都不是一個皇后該做的事，你更像是一個宰相，或者說是皇帝。你想說什麼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該考慮一下正兒八經的要一個官職，而不是以皇後的身份去做這些事。你是說讓我當官？對，那隻死狗是皇帝，你是他的皇後，你可以通過他發號施令，但始終名不正言不順。那些反對你的人打出的旗號就是後宮干政，如果你有了正式的官職，他們就沒話說了。可是大楚國從來沒有女人當官的先例。你什麼時候在乎過先例？你說的對，我從來就不在乎什麼先例。所以啊，去找那隻死狗談談，讓他給你個官當當。團子，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懂事了？我一直都很懂事好嗎？只是你以前沒發現。铲屎的，你來的正好，這本奏摺我看不懂，你幫我看看。這是戶部關於今年稅收的匯報，意思說今年稅收比去年增加了2成，問你要不要給官員們發點獎金？發獎金？發多少？發1個月的俸祿吧。稅收增加是百姓的功勞，不是官員的功勞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鏟屎的，你真厲害。旺財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說。什麼事？我想當官。你已經是皇後了，還要當什麼官？皇後是皇後，官是官。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用你的名義在發號施令。那些反對我的人說我後宮干政，如果我有正式的官職，他們就沒話說了。你說的對，那你想要什麼官？我想當宰相。宰相？大楚國從來沒有女人當宰相。大楚國也從來沒有宮女當皇後，你不是照樣封了我？這……旺財，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。這段時間我做的事情你看到了，改革、外交、軍事、教育，哪一樣我做的不好？都做得很好。那為什麼我不能當宰相？就因為我是一個女人。你說的對，能力不分男女。既然你能做宰相的事，為什麼不能當宰相？你同意了？同意了。明天朝堂上，我就下旨封你為宰相。旺財，謝謝你。不客氣。你怎麼臉紅了？沒有。眾位愛卿，朕今日有一道旨意要宣。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皇后林氏自入宮以來，德才兼備，功勳卓著。朕思慮再三，決定破例冊封林氏為大楚國宰相，兼領尚書省事。欽此。皇上不可！大楚國從未有女子為相的先例，此舉不合祖制。皇上三思。皇后娘娘雖然功勳卓著，但宰相乃百官之首，讓一個女子擔任，恐天下人非議。皇上，此事萬萬不可呀！各位大人，你們說我不能當宰相，理由是什麼？因為大楚國沒有這個先例。先例是人創的，
大楚國的先例一開始也沒有，難道太祖皇帝當年立國的時候也要遵循先例嗎？你們說我一個女子不能為相，那我問你們，我做的那些事哪一件是男人做不到的？我再問你们，在我來之前，大楚國是什麼樣子？趙權專權，吏治腐敗，邊境不寧，百姓困苦。我來之後，大楚國又是什麼樣子？趙權服罪，吏治清明，匈奴臣服，百姓安居。這些變化，難道是靠先例变出來的？皇后娘娘說的對，臣支持娘娘為相。臣支持娘娘為相，臣也支持。朕已經決定了，誰再反對，以抗旨論處。皇上聖明，皇后娘娘聖明。終於過了這一關，接下來就要看我怎麼當好這個宰相了。娘娘，主樓按照您的圖紙用的是磚木混合結構，比傳統的木結構更堅固，預計2個月後能完工。只是娘娘，這圖書館要藏書萬卷，大楚國的書籍數量有限，恐怕……書籍的事我來解決。我已經讓人從全國各地採購書籍，還讓人抄錄了宮廷藏書。另外，我打算自己編寫幾本教材。娘娘親自編寫教材？算學、格物、經濟、法律各寫一本入門教材。娘娘大才，臣佩服。你在做什麼？大人，小人在划線，準備做房梁。你這個角度有問題，房梁的承重受力點不對。如果按這個做，時間長了會變形。大人也懂木工？略懂。你看，這裡的角度應該再大5度，這樣受力會更均勻。大人厲害！小人做木工10年了，沒想到還有這種解法。起來吧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小人叫張鐵柱。張鐵柱，你對木工很有天賦，有沒有興趣來京華學堂教書？小人只是個工匠，怎麼能教書？工匠怎麼了？工匠懂的東西，那些讀書人未必懂。京華學堂要教的，就是實實在在的本事。小人願為娘娘效勞。不是為我效勞，是為大楚國的孩子們效勞。先吃點東西吧，你都寫了一晚上了。幾更了？3更了。好喝。对了，你幫我看看這段寫的怎麼樣？我看不懂。對不起，我忘了你識字不多。你說我要不要也學學？我現在是皇帝，連奏摺都看不懂，全靠你幫我批。我想變得更好。好，我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從明天開始，每天學10個字，1年就是3000多個，夠用了。太好了！鬆手，我快窒息了！死狗，你寫的這是什麼？蟲子在爬嗎？你行你來！我是貓，我又不用認字。那你就閉嘴！就不閉，我就看你怎麼出醜。好了，你們兩個別吵了。旺財，你寫得很好，比昨天進步了。各位同學，歡迎來到京華學堂。從今天起，你們將在這裡學習算學、格物、經濟、法律等科目。這些科目，有些你們可能聽過，有些可能沒聽過。但我可以告訴你們，學會了這些，你們可以改變大楚國。大人，學會了這些，能當官嗎？能。從明年起，科舉會增加這些科目，你們學得好，就可以通過科舉當官。大人，我們是寒門子弟，以前沒讀過什麼書，能學會嗎？能。學問不看門第，看努力。你們只要肯學，我就肯教。
好了，現在開始上課。今天我們講數，這是一，你們知道它代表什麼嗎？它代表一個蘋果、一本書、一個人。數學不是天書，它就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。這是一個蘋果，如果我再加一個蘋果，是幾個？2個。對，1加1等於2，這就是數學。死猫，你走開，字都花了。你写的醜，不關我的事儿。你們倆又鬧什麼？铲屎的，他欺負我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在看他写字。有進步，這10個字寫得比昨天好。那當然，我可是很努力的。努力也沒用，狗就是狗，寫不出人字。你，好了好了，說正事。今天學堂開學了，來了30個學員。怎麼樣？他們能學好嗎？能，都是好苗子。朝堂穩固，百業興盛。終於能卸下重擔，好好歇一歇了。